这些路人遇到鬼打墙了，他们往木屋东边走，走回了木屋；往西边、南边、北边走，也都走回了木屋。更诡异的是，一个说这是纽约郊外，另一个说这是华盛顿郊外，这个更离谱，说他们根本没在美国，是在德国。接下来更邪门，这个贵妇说今年是1960年，这个女孩翻开衣服证明这是1980年代，而这个男人却说如今是2010年代。3天以前，这个女孩走进华盛顿一家便利店，她和男友一个亲吻，突然掏出一把手枪打劫，店主乖乖拿出钱，女孩又指了指保险柜，店主却意有所指。一声惊呼，等女孩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在一个破旧的木屋，里面有个贵妇。女孩惊慌失措，而贵妇和她解释，她晕倒在门口，自己这才把她带进来。他们互通情况，贵妇是半路上车没油了，丈夫去找救援没回来，自己偶然发现这个木屋。女孩则是和男友旅行，半路上吵架，自己气呼呼下车了，不知怎么会昏倒。木屋破破旧旧，唯一的通讯工具竟然是个坏了的无线电。女孩扭头就要走，而贵妇告诉她，木屋还有一个人，他是在附近出了车祸，现在已经去找出路了，让女孩在木屋等等。女孩天不怕地不怕，扭头就走了。可走进荒凉的树林，她突然听到一声枪响。几分钟以后，女孩再次出现在木屋。没多久，贵妇说的男人也回来了。他说自己明明往东走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又走回了木屋。女孩直接嘲笑他是个路痴，两人一阵大吵大闹。到了晚上睡觉，男人就安排贵妇睡床上，而女孩和自己睡地下。女孩当然不同意，还说男人和贵妇有一腿。贵妇很生气，重申自己是有夫之妇。男人也解释优待贵妇是因为她怀孕了，可女孩还是不依不饶，说男人是个变态，故意把无知女人骗到木屋。男人终于生气了，立刻就要赶走女孩，可外面气温低于0度，女孩出去必定冻死。这一晚大家闹得很僵。第二天等女孩醒来，男人已经出门去找路了。女孩干嚼着燕麦片，气呼呼发脾气，而这却是他们3人最后的食物了。贵妇温柔开解女孩，和她聊起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。预产期是在11月份，女孩有点意外，我的生日也是11月份。他们越聊越起劲儿，女孩还得知贵妇的丈夫即将去打仗，她很担忧自己的孩子。女孩十分理解，她的爸爸就是打仗死了，自己被爷爷奶奶养，天天受虐待，一胳膊的疤痕。他们从屋内聊到屋外，越来越投机。可是聊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时，他们却吵了起来。一个贵妇说这里是纽约，另一个非说是华盛顿，两人大吵了一架，去找刚回来的男人评理。可男人大惊失色，什么纽约华盛顿的，这里可是德国呀。3人面面相觑，这个木屋有古怪。贵妇是去纽约，临近郊区汽车没油；女孩是去华盛顿，路上和男友吵架下车。男人是在德国，下班路上翻进臭水沟。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，他们怎么可能进了同一个木屋？这个木屋不能待了。他们拿上斧头，一起朝着东边走。为了不像之前那样绕回来，男人沿途做了标记。他们走啊走啊，不知走了多久，唯一能确定的东西方向一定是朝东。突然，女孩被绊倒了。地下是一个铁门，打开门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战时避难所，里面满满都是红酒，酿造年份是1940年代，放到现在绝对价值连城。更重要的是，里面还有很多纳豆罐头，可以让他们吃好久。他们的燕麦已经吃完了。贵妇从战争地形图上看出，这应该是1940年代2战时候的避难所，看文字能看得出是德文。他们拿着大包小包继续往东走，可是没走几步路，一行人呆住了。在他们的面前，分明就是那个他们离开了好久的木屋。这一次他们确信不是他们走错了，就是木屋鬼打墙。没办法，3个人只能回了木屋，继续商量办法。首先找出他们3人的共通之处。贵妇首先自曝，她父亲是德国人，死于2战，自己嫁给美国丈夫，可丈夫也要上战场了。女孩立刻跟上，她父亲也死于战场，也许战场就是他们3人的共同之处。可男人并不认同，他母亲是个抢劫犯，自己出生在监狱，长在孤儿院，和战场毫无关系。突然，女人看着女孩的羽绒马甲，疑惑开口：“我没见过这样的衣服材料。”男人不以为意：“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这种样子早就过时了。”不对，女人说自己的意思是1960年代根本没有这样的材料。而女孩掀开衣服，露出了生产日期：1980年代，生产于中国台湾。男人和他们对视，说出了自己的年代，今年是2010年。原来他们不光地区不同，连生活的年代也不同，至少相差20年。突然，他们想到了那个战争避难所，里面的红酒和罐头生产于1940年代德国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木屋，这个时空，其实就是在1940年代德国？突然，屋外传来一声枪响，一个说德语的士兵出现，他们的猜测成真了。好奇怪。
这个男人生活在2010年，这个女孩生活在1980年，这个贵妇生活在1960年。他们同时被困于1940年代的一个木屋。这是2战时期，一个德国士兵抓住了他们。诡异的是，士兵手中有个挂坠照片，和贵妇脖子上戴着的那个一模一样。士兵又去搜女孩，女孩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，完全一样。3人又一起去外面询问绑在树上的男人，他脖子上没戴着，但他家里也有一个一样的。士兵和女孩们都在疑惑，可男人却说他知道。士兵靠近去听，男人直接 KO 了他。士兵被绑了起来，男人拿着枪看守，而贵妇和女孩一聊，再次发现了不对劲儿。贵妇说吊坠上的照片是她妈妈，女孩说吊坠是她妈妈的遗物。等一下，女孩突然问贵妇，你说你的预产期是哪天来着？所以1960年代的贵妇有可能就是1980年代女孩的妈妈，2010年代的男人有可能就是1980年代女孩的儿子。那么1940年代的士兵很有可能就是贵妇死于2战的父亲。他们立刻冲去给士兵松绑，贵妇还用生涩的德语和士兵交涉。士兵惊慌失措，但到底没有攻击他们，直接跑回了战争避难所。他们3人则继续沟通，终于串起了所有的经历。先是1960年代的贵妇，她小时候父亲死于2战，怀孕后丈夫也出征阵亡，不久后她也会难产而死，孩子被交给公婆收养。这个孩子就是女孩，她被爷爷奶奶虐待，小年纪不学好，最终因抢劫杀人被判死刑。临死前，她在监狱生下一个儿子，这就是男人。他被送到孤儿院长大成人。那么他们被送回1940年代，也许是为了从士兵这一辈开始改变他们悲剧的命运。突然，天空传来轰炸机的声音，贵妇想起来了，她的父亲就是死于轰炸。他们立刻冲进避难所，想要保证士兵父亲不出来。然而，上级却给士兵发布命令，让他立刻出门执行任务。士兵推开大家的阻拦，强硬出了门。男人立刻上前阻拦，士兵掏出了枪。女孩一看儿子有危险，立刻就冲了过去，然而枪却打中了她。贵妇也立刻冲过去，捂住了女儿的伤口，而士兵继续和男人搏斗，甚至再次朝他开枪。然而，男人却在一声声枪响中消失了，是女孩死了，身影逐渐消失。身为他的儿子，男人也消失了。士兵夺路而逃，而贵妇听着轰炸机的声音，赶紧去追。可他一不小心摔倒了，士兵立刻返回，直接将他送进了避难所。在他关门的最后一瞬，炸弹降落在木屋，将木屋炸成了碎片。士兵被气浪冲倒，第一时间就去看贵妇，而贵妇在他眼前逐渐消失。士兵得救了，多年以后，他寿终正寝，而他的女儿一生幸福，也有了一个乖巧的女儿。